2025最新美国恐怖片《杀人鼠实验》来了，这两只怪物从何而来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话说在英国的一处港口，一对姐妹花正在这里寻找游轮，她们都是在酒吧卖笑的。在那里，他们偶遇一个老头。据他说，在港口停泊一艘豪华游轮，邀请两人过来玩，他会给高额的小费。当时姐妹花嫌弃老头的年纪有点大，就没跟老头一起回游轮。后来也不知哪根筋又搭上了，姐妹又决定自己找了过来。他们终于找到那艘游轮，但是感觉有点破旧，两人决定喝一杯就走。皮裤妹就先下到船上，她看见一团血淋淋的类似肠子一样的东东，有点被吓到，既然都已经来了，于是就走到船舱里看看。然而里面空无一人，皮裤妹赶紧登上梯子跑回岸边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戴着老鼠头面具的男人，一只手勒住红裤妹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刀割开红裤妹的肚皮。哎呀，简直毫不手软，接着开始割喉。皮裤妹看见红裤妹变成血人，下意识地加快逃跑的步伐，一溜烟的功夫躲进附近港口机器设备的后面。很快鼠头人追了过来，皮裤妹感觉自己无处可逃，到哪里都会被鼠头人追上，说明这家伙非常的熟悉港口的地形。皮裤妹只好跑进附近的游乐场，鼠头人不紧不慢地追着，看样子他很有信心抓到皮裤妹。大家注意看，这个填写的动作过于真实了，感觉这家伙戴的不是头套，好像是真的老鼠头。皮裤妹只好躲进了鬼屋，她以为安全了，殊不知鼠头人突然出现在她的身边，瞬间拿起匕首就是一阵的乱捅乱砍。哇塞，番茄汁四射啊！画面一转，小乔即将要离家去美国读大学，他有些忐忑不安，父亲老乔就在一旁开导他。这次的心理辅导效果不错，随后小乔就去跟高中同学们玩最后一次。他们先是来到了港口附近的酒吧，喝着啤酒畅谈。他们还有一位同学大白还没来。此时的大白一边玩着手机，一边来到了酒吧后面的一条街。突然鼠头人出现，手上拿着一根挂着铁钩的铁链。大白把鼠头人的面具抓掉，顿时他吓尿了。他应该看见的不是人脸，就见鼠头人把面具戴回脸上，冲着大白的脖子狠狠咬去，就像吸血鬼似的不停地吸血。最后大白被活生生的咬死。酒吧里同学们久等大白不来，就不再等待，他们相约去港口附近的游乐场去玩。画面一转，在一个黑暗密闭的房间里，男人正拿着锯子在锯开一具尸体，旁边笼子里的两个女人吓得哇哇大叫，可那有什么用呢？男人一转头，哇塞，竟然是熊头人。他任凭那两位女子哭喊着，看的是洋洋得意。这时鼠头人也回来，他和熊头人一起见到了他们所谓的父亲老卡。原来这两个怪物都是这个邪恶的科学家老卡制造出来。鼠头人在面具之下应该是真的老鼠头，而熊头人的样子就是本尊，头部没有经过任何的化妆。之前老卡特意命令两人出去寻找一些他需要人体的器官，看到两人带来的不是他所需要的型号，就在那里大声的训斥，两人在滥杀无辜。原来老卡正在制造一个完美的新娘，就需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是完美的才行。实际上他就是要拼凑一个完美的女人。老卡接着让两个怪物去游乐场，那里人多，容易找到那些完美的器官，比如手和大腿等等。另一边，小乔等8人来到游乐场，旁边的酒吧也快关门了，但是鼠头人却来到这里。酒吧老板表示这里不营业，让他明天再来，而且表示现在没有到万圣节。鼠头人为何要戴头套？鼠头人也不说话，拿着刀冲上去。弄了半天他是来补充能量的。酒吧老板被鼠头人搞得不成人样。小乔他们6人在里面玩碰碰车可开心了，而另外一对情侣就知道在一处安静的地方吵架。突然鼠头人出现在白发妹的身后，很快他就被打晕，小帅早就吓得跑开了。很快他就被鼠头人追上，看样子鼠头人对这里非常的熟悉。他在碰碰车的操作间打开了电闸，瞬间小帅就被那些高压电倒在地，感觉要变成了烤猪。此时鼠头人突然断电，跳进一辆碰碰车，看样子他童心未泯啊，冲着小帅碾压过去。小帅就这样去领了盒饭。随后鼠头人把白发妹带回老卡处交差，不久他醒来不停叫喊着救命。老卡慢悠悠地进来。 No one can hear you. Please, please, just let me go. Darling, I can't do that. You see,
our bride is almost. 老卡看中了白发妹的大腿，于是就让熊头人去把白发妹的大腿卸下来。哪知道白发妹挣脱了铁链，顺手拿起一块铁质的零件砸晕了老卡。熊头人也不说话，抄起一个超级大的榔头，直接把白发妹的天灵盖敲烂。此时已经华灯初上，小乔等六人玩得非常嗨皮。小乔觉得为何小帅和白发妹还不来，眼镜男觉得他们俩正在某处单独幽会。这么一说，大家心知肚明，也就不去找那两人了。黑发妹去洗手间的路上，正好遇上了鼠头人。一开始他并没有害怕，直到鼠头人掏出一把匕首，吓得黑发妹转身就跑。他躲进了转转椅子上，然而鼠头人阴魂不散追了过来，而且启动了这个开关，转转椅开始运转起来。哎呀，鼠头人觉得黑发妹的胳膊是完美的，于是硬生生的切了下来。番茄汁4件，不忍直视啊！鼠头人切下来还不放过黑发妹，硬是把黑发妹打死为止。接着小乔等3人和其他人分开来玩，恰巧鼠头人找到这里，直接走到长发妹的身后，然后一刀捅死。他觉得长发妹身上没有完美的部位，然后他去追小乔和盘发妹，半路上正好遇见眼镜男打电话报警，于是停下来对付他。眼镜男也是慌不择路，来到一个放养某种神秘海洋生物的池子里，他傻乎乎的跳下去。鼠头人当然知道水池里很危险，就在一旁看笑话。果然眼镜男被拖进了深水区，立马血溅当场，然后就没有了然后。很快黑妹被鼠头人瞄上了，他除了傻叫和傻跑，也没有更多的办法，这点让鼠头人觉得很有趣，于是就在黑妹的肚子上开了一刀，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。不久黑妹竟然和小乔以及盘发妹相遇，鼠头人就在一旁跳着杀人的舞蹈。3人一看接茬跑吧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3人被鼠头人逼着来到一间仓库。没错，这里就是老卡的实验巢穴，这里什么恐怖的杀人工具都有，把3人都搞懵逼了。这时老卡现身出来，装着很关心3人事的。盘发妹请老卡赶紧找手机打报警电话，这里有坏人存在。老卡就骗他们办公室有电话，他要回去打才行。1分钟后，鼠头人闯了进来，然后在那里肆意对着小乔摸来摸去的。老卡和鼠头人同时觉得小乔就是那个拥有多个完美器官的女人。老卡就在那里沾沾自喜，大声地告诉盘发妹自己是监狱的医生，为了发明新物种，他在监狱里物色了2个干儿子，其中一个就改造成鼠头人，这是他宏伟力量的一次展示。随后鼠头人就先把黑妹完全虐杀掉，盘发妹拉了小乔赶紧逃离这间仓库。老卡也不着急，因为他知道他们2人已经成了笼中鸟。不久鼠头人追了过来，盘发妹觉得自己能抵抗鼠头人一阵子，就让小乔赶紧跑，不要停留。说完转身就跟老卡对打起来，小乔只好赶紧跑，恰好遇见来找女儿的老乔。小乔坚持要父亲跟他一起去救盘发妹，老乔只好答应了。他们来到了仓库，可是里面太大了，父女俩就分头去找。此时的盘发妹已经被鼠头人交给了熊头人，这个家伙似乎被鼠头人还凶残。然而不巧的是，小乔被拿着枪的老卡迎面碰见，这正合了老卡的心意。随后老卡想起了啥，就把小乔带到了游乐场，当着鼠头人和熊头人2只怪物的面前宣布，谁先把小乔的脑袋割下来，他就可以做成新娘的头，将来这个新娘就嫁给谁。哇塞，这不是让2只怪物自相残杀吗？这老卡的心有多坏才会这样啊？他们打着正欢，老乔也没闲着，悄悄走到老卡的身后，一榔头打晕了老卡，然后让小乔赶紧走，他就留下1打2。可想而知老乔的结局会是什么。万万没想到，老乔跟2只怪物打了几个回合，竟然熊头人和鼠头人再次对打起来。老乔就去救盘发妹，然而不幸的是，鼠头人跟了过来，刺死了老乔，接着返回头跟熊头人打得你死我活。几十个回合之后，鼠头人干掉了熊头人。随后他开着那艘旧游轮，吃着大奶酪，拿着尖刀剔牙，就是欢快的很。万万没想到熊头人竟然还没有死，双方又是一阵你死我活的打斗。哇塞，海水里还有更大更凶猛的动物存在啊！鼠头人欢快不已。到了第2天早上，小乔最终还是被鼠头人堵在游乐场，小乔自然不是对手，鼠头人也大意了，
没想到小乔暗藏力量，这把鼠头人倒地不动。可是老卡却带着盘发妹出现，他拿着枪威胁小乔。老卡绝对没想到自己会死在小乔这个完美的女人手里。随后两人却把那个还在制作的新娘毁掉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觉得本片拍摄的还行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，妥妥的番茄汁影片。故事内容也容易理解，从头杀到尾。虽然这种片子上不了大台面，但是也有不少的观众，这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看个乐子吧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